YF19是由新兴工业开发的次世代主力战机的竞标测试机，由于开发团队也是10年前搞 VF11的那帮人，所以气动造型能看出跟 VF11是继承关系。不过因为改用了新型的热合引擎，使得原本的推进剂容量槽没了限制，因此不再以大气圈性能为第一优先级，于是超帅的前掠翼方案便被拍板确定了。其实说这么多，就是和森当时想搞前掠翼了。设定上，博士杨主张性能优先，操控由高性能 AI 来辅助，但实际效果事与愿违，很难操作。一直到本作的男主永爷的出现，作为一部来自1994年比我都老的动画，虽然依旧是当年浓郁的赛璐璐风格的画面，但是金钱如粪土一般的高精细、高帧率战斗作画，极其优秀的机体设定与细腻人物关系描写，加之菅野洋子大神的配乐，尤其是他当年就用超级前卫的电子合成乐来表现 AI 唱歌，整体看下来真的就是视听盛宴。YF19 自然也成了一代传说，于是很久之前 A 社出了第一版 YF19， 我就以2200多的价格购入了。那时候的万代只敢拐弯抹角的在 F 剧场版里弄一个19 ADV 来规避版权。不过同样是遇到了哄抢涨价，那我也是真没想到，时隔多年，戴哥抢到版权认真做之后，价格反而掉下来这么多。要是当年的我看到铁飞机现在这盛况，我肯定狠狠的抽自己2巴掌，这当年还高追个屁啊！戴哥的这台19做的可以说确实用心，一应细节、F 形态造型等方面都非常的不错。不过就单说 F 形态下，整个机身各处的密合度还是不够好，依然能看到很多的大缝，还是说再版的问题。总之这一点我是不是很喜欢的。这次的说明书也是很精致啊，本来以为会有一些设定集啥的，结果只有第1页有。OK， 那么接下来就直接变形吧。首先解锁两侧的机翼并向前翻转，接着解锁2条大腿并向下翻折。翻开小腿内部的盖板，向上折叠做造型填补，这地方是有卡扣的，需要扣紧。接着拉起小腿肚后方盖板，折叠两侧的尾翼，把脚掌拉出来，然后展开。然后翻开背部两侧的小盖板，把盾牌连着前面的盖板一起取下来。然后拿出这个 G 形态替换用的盖板再装回去，再把头两侧的小盖板再盖回去。讲真，这一步破坏了所谓的完全变形，我很不喜欢。接着再把胸完全的拔出来，这时候就能把翅膀再转回来了，然后插到这个孔里固定，另外一边也是同样的。接着把2条手臂向前翻转，然后把大臂小臂的折叠给捋直，肩胛的盖板要翻下来，接着就是经典的打开盖板翻出手型，最后给刚拿出来的盾牌把小盖板给收进去变形一下，最后装到手臂上，G 形态就变形完成了。戴哥这个 G 形态我该怎么评价呢？首先 YF19 的 G 形态本身就有一点点奇怪，并不是特别好看的那一类，但外带这只相较更为敦实的 A 社，当前这个多少有点瘦弱，腿又很长的造型，反而放大了19系 G 形态的怪异，不够饱满，加上这个变形多了一些细碎的，但实际没有太大必要，设计线考虑的东西，当前这个 G 形态给我的印象分很差。接着来变 B 形态，首先把机头两侧的压翼翻转向上折叠，接着暂时向后翻转2条手臂，机翼也要与背部解锁，同样要像之前一样向前翻转，然后翻开头部两侧的小盖板，取下黑色的盖板，最后把后方喷口的造型件翻正。接着是把整个机头起落架后方的盖板翻下来，然后向下压整个机头，把机头向上整个挪动，接着向后折叠，最后用力压下来，这里是有卡扣限位的，然后也是下折机头前端和之前的盖板装位咬合固定，然后滑动滑槽拉出头部，然后再将头部转正。接着再把手臂转回来摆正，拉伸背部露出喷口，这里注意看，要记得向前推出胸前的2片装甲。接着折叠2片机翼，把之前折叠拉伸的2条腿全部推回去合起来，小腿的拉伸也要缩回去，翻起一点压翼做让位，接着把上半身整个提起来向前扣过去。这里也是记得一定要把2门胸炮都向外翻开再盖下来。这里如果胸炮都向外了，可以向里推，接着把之前翻开避让的压翼都折起来，然后藏到背部的胸甲内，然后锁紧机身与机背部，扣开裆部装甲的锁扣，扣回小腹的孔洞内。最后一步先解锁大腿根侧面的锁扣，接着要把整条腿根部轴向上翻转180度，做一个缩骨手术，降低身高。翻过去后是有弹簧卡扣限位的，算是当年 Y 社老19招牌的变形结构了。最后的最后，别忘了盖上进气道的盖板。那不知道各位觉得 B 社的变形怎么样呢？我个人是认为很多细节变形完全多余啊，变形的体验感和 A 社比真的一般。
但如果要比 B 形态的美型度，那这就撞戴哥枪口上了。大长腿和肌肉感，加上全身的隐影刻线细节，整个 YF19就像被卡板化了一样。好看那是真心好看，但是这个 B 形态可不止好看而已。头部的抬头和低头，因为做了双段关节，范围都非常的大，并且头部的天灵盖和绿色面罩都是能拆除的，露出里面的高打眼。腮帮子两侧的机械细节也有刻画，利用变形关节可以向后摆手臂，360度大臂转动也是没有问题的。平台同样有优秀的90度，小臂也能360度转动，曲肘能180度贴入肩胛，非常优秀。甚至在腰腹连接处还设计了一处切面做平转，虽然只能轻微左右转30度，但也很 OK 了。然后是这条逆天的腿部，戴哥给他在横断面加了一段关节，我的天，谁在说铁飞机不能侧踢腿的？同样前踢后踢毫无干涉，所以也是想怎么踢就怎么踢。大腿根部也设置了360度的平转关节，最后这个120多度的屈膝也非常的好评，再加上这个接近45度的向内接地，虽然是空心装，以及这个超大幅度的抬脚和芭蕾舞级别的向后垫脚，这就是当前最强铁飞机可动，没有之一。万代硬是在前任已经做出了80%完美产品的基础上，硬是给弄出了差异化，我只能说还好我没有错过你，买的真的很值啊！甚至是能摆出像这样的种射一样的 pose， 这在以前玩铁飞机的时候真的想都不敢想。有一说一，以前买来飞机真的很少变 B 形态，不好玩又很松，这只19真的是啪啪打脸。最后还有几个很重要的配件忘了介绍了，永爷的小人多给了一个带头盔样式的，手型也一共给了开掌、握拳、握枪手3对，以及2个利用防御立场生成的拳风特效键。安装需要先拿出这个连接键，暴露装位比较长的那一头插到特效键里面固定。另一边呢，把当前用的手型卸下来，再把特效键装上去就 OK 了。小腿甲外部的隐藏弹夹也是可以打开的，非常的还原啊！里面的导弹当然也是能拿下来的。OK， 那么本期评测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最后就用几个帅气的出拳 pose 作为结尾吧。DX 超合金这支 YF19就是当前1100的价格来说，入手的性价比当然是非常高的。除了变形体验一般外，整体还是很不错的。当然，这期视频也是一个预热，下一期咱们就一起来看一看永爷的老对手 YF21的评测吧。